大家好，我是小李，很高兴又见面了。非常感谢大家在上期视频下的留言，我都一一阅读了。在这儿，小李想说，我是真人，不是程爷的 AI 声音哦。同时也欢迎大家为本期视频多多留言，多多点赞。那么就让我们开始这期内容吧。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着投资界春晚之称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在美国奥马哈开幕。93岁的巴菲特与他99岁的老搭档芒格共同出席，对公司第一季度的营收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回答了来自世界各地投资者的48个问题。巴老在问答环节更是直呼美国的好日子快要到头了，与他一直看多美国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这样的评论不禁让各位投资人脊背发凉。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本次大会涉及到的内容简单分为宏观经济、重要领域评述以及个股投资逻辑3大部分，为各位看官带来这位奥马哈先知的投资观点。在宏观经济层面，巴菲特认为美国经济的 Incredible Period 即将结束。从1月到3月底，伯克希尔集团大规模地减少股票敞口，出售了价值约133亿美元的股票，而仅增持了29亿。超过100亿美元的净减持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悲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集团的现金储备从去年4季度的1280亿美元增至1306亿美元，创下了2021年底以来的最高纪录。在压力较大的宏观环境下，当无风险国债收益率接近 50%， 为 10% 的股票收益冒险可能并不明智。随着股市投资的减少，伯克希尔更多地把钱放在了现金和国债中。基于目前国债丰厚的收益率，巴菲特估计，伯克希尔投资于短期固定收益证券的约1250亿美元现金，将为公司带来超过50亿美元的无风险收益。小李在这里也认为，美国经济目前存有潜在的巨大下行风险。过去的1年中，美联储为了抑制失控的通货膨胀，采取了史无前例的紧缩货币政策。我们可以注意到，美国最新的 M2 年化货币供应量减少了 4.05%， 是10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供给量紧缩。而 M2 紧缩往往是经济疲软的先行指标，例如图中每次代表 recession 的灰色地带出现前，美国 M2 货币的供给都会呈现或多或少的紧缩态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的衰退可能从今年年底开始。目前一些衰退指标也已经开始发出警告，其中 Estrel-Mishkin 模型的衰退概率已经达到 68%， 是1990年以来的最高值。从就业市场来看，过去的1年中，员工主动离职率呈下降趋势，而裁员率则显现出了上升态势。这种剪刀差的收敛往往是经济衰退早期阶段最常见的现象。与此同时，消费者疲软的需求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看到。平均每家标普500公司会提到 0.6 次疲软需求，这个数值甚至高过2020年 COVID 导致的短暂衰退和2008到2009年的次贷危机。综合以上的数据，再结合伯克希尔大规模减持股票的行为，各位看官是否也认为美国距离经济衰退不远了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哦。在大会上，巴菲特和芒格对金融、房地产、科技等行业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被问及近期的欧美银行业危机时，巴菲特表示，如果储户在硅谷银行的存款没有得到保障，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但他似乎有信心，美国政府不会只保护最多25万美元的存款，就如同政府不会让债务突破当前上限导致美国国债违约一样。也无法想象任何人会允许美国不提高债务上限，并冒着破坏世界金融体系的风险违约。在商业地产领域，巴菲特和芒格都对该市场持相当负面的看法。芒格强调了美国目前约一半办公空间的空置现象，随着租约到期，公司要么以更优惠的条件续约，要么因为大规模转移到居家办公而不续约。因此，人们担心的城市空心化很可能走出美国，并波及全球任何地方的市中心。另一方面，巴菲特提到，商业地产价值已经被在低利率情况下轻易获取的无追索权借款推得很高。随着利率已经上升，越来越多的抵押贷款到期需要以更高的利率再融资。
利息支出的急剧增加将会使所有相关从业者雪上加霜。小李认为，一边是需求的放缓，一边是成本的上升，商业地产显然在经历一场教科书般的戴维斯双杀。在谈到人工智能时，巴菲特表示人工智能几乎可以做到任何事情，这让他有些担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逆转它的发展趋势。他还透露，比尔盖茨曾向他展示了当前 AI 的最新技术，比自己想象中的进步要快得多。与巴菲特相比，芒格对人工智能的一些炒作持怀疑态度，认为 old-fashioned intelligence 同样管用。他的观点也引发了对二战期间原子弹的讨论。他声称，当我们发明原子弹时，会认为它极其重要，而在原子弹诞生的200年后，它是否对世界仍有好处呢？这本质上是一个潘多拉魔盒的问题。某些东西一旦释放，就很可能不受控制。但他们都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却无法改变人的想法和行为。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涉及加密货币。尽管巴菲特表示人们可能对美元失去信心，但他仍断言美元是唯一可靠的储备货币。他将比特币等加密货币比作代币，并认为将它们视作未来可能的储备货币本质上是在开玩笑。而芒格对此态度更甚，他过去多次把加密货币比作老鼠药，且建议美国彻底禁止。由于巴菲特和芒格的年纪，伯克希尔的继承问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这次大会除了巴菲特和芒格这对老搭档外，伯克希尔的非保险业务副董事长格雷格·阿贝尔和保险业务副董事长阿吉特·贾恩也出席了问答会。巴菲特明确表示，阿贝尔将接替自己的位置，但在决策中仍会与贾恩一起协商。公司传承在执行上并非易事，管理伯克希尔可能不仅需要目前这5个下一代领导人，而是更多有能力的人。如果他们不能处理得当的话，他就不会将伯克希尔交给他们。芒格则表示，现在伯克希尔内部都很支持阿贝尔等高层。最后，个股投资逻辑也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约 40% 的仓持都是苹果公司的股票，该投资为公司营业利润带来了巨大的贡献，并表示苹果公司有着优秀的业务、高利润率、高用户粘性，直言很乐意看到公司持有的苹果股份继续上升，并评价说苹果是比我们拥有的任何一家公司都更好的企业。巴老的态度犹如定海神针，也给苹果的股价带来了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关于台积电，巴菲特在2022年底大量买入了台积电头寸，但几个月后又卖出了 86% 的股份，这让市场感到意外。巴菲特表示，台积电目前在全世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仍旧继续认同台积电的价值主张，但考虑到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加剧，台积电的地域分布使得伯克希尔选择大幅度减持。去年8月，伯克希尔公司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可以购买多达 50% 的西方石油股份。自此，伯克希尔一直在稳步增加其在西方石油公司上的仓位，包括今年油价低迷期间也几度加仓。目前，他们已经买入西方石油公司约 23.5% 的股份。相关举措引发了人们的猜测，即伯克希尔是否可能会收购整个西方石油公司。而巴菲特在大会上表示，他们对现在的持股量很满意，但不会提出任何控制西方石油的邀约，也不会在短期内寻求出售手中的持股。不知道巴老的这个评论会不会让那些企图炒高股价并转卖给伯克希尔的投机客们望而却步呢？以上就是小李整理的本年度伯克希尔大会的摘要。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请点赞并转发这个视频，小李需要你们的支持哦。同时，如果各位看官对美股投资交易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会员频道，链接在视频下方评论栏中。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